路飞将用5档战胜凯多，石夫人预言的酒瘾即将出现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海贼王1042话又留下了巨大悬念，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和之国的曙光。我们也许正在接近石夫人那个天落酒瘾的终极预言。如何形容海贼战力天花板？三色霸气修炼到极致，果实开发到炉火纯青，外加极高的战斗智商，能在战斗中不断进化变强。再看这些话是形容路飞的，但其实它更适用于凯多。1042话，凯多再次展现了惊人力量，无论是遇见未来的剑纹色霸气，还是继续升级的跑雷八卦，他的表现无愧最强生物之名，几乎没有弱点。当凯多用龙形的折跃闪避掉蛇人路飞的全部招式后，最后的4档也开始乏力了。早在2021年2月4日发行的《海贼王漫画98卷 SBS 专栏》中，就出现过一个问题：路飞有了4档，还会有5档吗？尾田的回答很巧妙，现在必须打败的敌人正是被称为这世界上真正最强者的男人。现实世界也该从4句转换成5句的时代了。细品一下，尾田首先将凯多实力的评价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。路飞既然必须打败这种级别的对手，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拿出更加强劲的力量，才能向巅峰发起挑战。恰好现在就是从4句向5句过渡的时代，句代表着 Gear， 意味着路飞正处于从4档向5档过渡的阶段。所以尾田这一番话不仅交代了路飞提升力量的必要性，也暗示了4档升级的时间。漫画单行本98卷的剧情，这是凯多宣布新鬼岛计划，路飞发起全面战争的时候，也就是鬼岛决战的开端。也许从一开始，尾田就想到了最后的决战。从1041话开始，随着大妈败北，鬼岛决战进入最后的阶段。凯多作为首关 BOSS， 路飞拼尽全力依然无法战胜，更是出现戏剧性一幕。CP 基佬突然闯入这场对决，硬生生用铁块干扰路飞的行动，导致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直接吃了一记凯多的必杀。要知道上一次路飞只是吃了一记雷鸣八卦就直接躺平了。鬼岛决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如果路飞就此倒下，胜利将重新属于凯多和百兽海贼团。以凯多的力量，足够将岛上幸存的草帽同伴和武士全部消灭。鬼之岛最像花之都也将无可挽回。倒在路飞面前的情景，就如同司法岛篇末尾被屠魔令包围的草帽一伙，德雷斯罗萨篇末尾即将完全收缩的鸟笼。路飞唯有从绝境中拼尽最后一丝气力，将凯多击败，才能拯救所有人。路飞也唯有在绝境中靠着强烈意志爆发，彻底觉醒新的力量，才能再次突破自己的界限，超越4档的5档呼之欲出。它将会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呢？在之前1月12日那期关于路飞5档猜想的视频里，我们曾经详细盘点过路飞成长的过程。2档是通过加速血液提升自己的速度，3档是将空气吹入骨头的骨气球提升自己的力量，4档则是用武装色强化皮肤，同时将空气吹入肌肉的肌肉气球，能同时提升力量和速度。它可以视为路飞2年修行的成果。与2档、3档这种纯靠果实能力发挥的形态不同，4档是将霸气与果实能力互相结合，诞生了更强劲的形态。那么如果路飞要开发出一个比4档更强的5档，霸气和果实能力将成为2个重要方向。前者可以是加入霸王色缠绕的力量，后者则是进一步开发果实能力，甚至引向更高境界的觉醒。先来看霸王色缠绕的力量。漫画1001话，尾田官宣了这一新的力量设定，是只有顶级强者才能掌握的力量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隔空打，不仅能击穿对手的防御，也能挡下对手的攻击。路飞朝着凯多一顿输出，以为拿到了战胜凯多的关键力量，然而很快路飞就被凯多击溃，丢下大海。当时凯多的评价是手法太粗糙，暗指路飞并没有发挥出霸王色的全部实力。既然凯老师开始批评学生，那么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呢？凯多基于这股力量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招式，雷鸣八卦、跑雷八卦、降山式尹奈洛、轮雷上护尹奈洛、军图力龙圣君，招式丰富且多样，独有的雷鸣也成为凯多招式的特色。相比之下，刚刚学会霸王色缠绕的路飞，更多是用它来强化自己已有的招式，完成升级。例如在1041话，蛇人形态下的招式九头蛇，就是在黑曼巴的基础上增加了霸王色的力量。1042话，弹力人形态下的霸元王枪，也是缠绕了霸王色的大元王枪升级版。仔细观察这一话里的镜头，路飞的拳头都没有直接碰到凯多，全部是霸王色缠绕特有的隔空打。可以说，虽然霸王色正在逐步成为路飞招式里的关键力量，但相比凯多的雷鸣，他还没有拿出真正最具特色的必杀技。这样霸气会在极限的战斗中不断提升，也就意味着越是绝境，路飞的霸王色力量越有可能突破。如果说4档的肌肉气球是武装色硬化并提升橡胶张力的结果，那么5档很可能是将霸王色缠绕与果实能力互相结合，甚至是在果实觉醒的基础上诞生更加强大的形态。就像武装色一样，霸王色缠绕也体现在外表的变化中，让路飞的攻击更具威力。而果实觉醒将给路飞提供更强大的弹力，支撑他施展更加夸张的招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橡胶果实有可能觉醒吗？橡胶果实的觉醒其实早有伏笔。当时多弗朗明哥第一次见识到4档威力时，就对橡胶能够扛住锐气攻击表示十分怀疑。而在1042话中，凯多也流露出对路飞橡胶能力的惊讶，觉得拳头弯曲的轨迹不可能做到。这些招式看似不符合常理，甚至让人怀疑路飞的橡胶果实是不是不该叫橡胶果实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超越常理不正是果实觉醒的表现吗？
回顾一下之前几个超人系觉醒能力：线性果实、诺诺果实能够同化周围的事物，把建筑物变成流动的细线和诺团；磁子果实能够将磁力赋予其他物体，即便不是金属也能变成磁体；手术果实更是可以轻易洞穿各种事物，无视任何阻碍。恶魔果实的实力本就取决于能力者的开发程度，而觉醒让原本就是超能力的恶魔果实之力变得更加不可思议。回过头来看目前最能代表香蕉果实的几个招式：弹力人能够将拳头压缩进体内，坦克人能够用弹力吸收对手的锐器伤害，蛇人能够无限制的延伸橡胶手臂。单从橡胶的性质去理解这些招式，显然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知，而他们都来自路飞2年的时间里对香蕉果实的不断开发。当这个能力越来越不像橡胶的时候，是不是意味着它正在迈向下一个阶段呢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既是能力走向觉醒的征兆，也是未来能力特点的预告。香蕉果实觉醒后，继续放大目前的能力特点，路飞能够凭借更强大的弹力，全方位提升自己的力量、速度和防御，并在霸王色的运用下，拿出更强大的新必杀，就像凯多的雷鸣一样，找到代表自己的特征。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在和之国决战没有登场，却有着重要影响的角色——火拳艾斯。早在路飞出海前，艾斯就到过了和之国，不仅与小玉许下了约定，还结识了大和。艾斯曾经为了解救和之国，想要击败凯多，甚至连马尔科和乙藏都准备好了一起战斗。后来艾斯在顶上战争中逝去，但他的遗志却被路飞继承下来。现在马尔科和乙藏如当年说的那样，来到和之国与路飞一起战斗，而艾斯没有完成的约定，也将由路飞来继续完成。艾斯没有能亲手击败凯多的遗憾，也将由路飞带着艾斯的火焰来完成。当时在博罗镇，路飞为了救小玉，就施展过一记威力惊人的火拳冲，暴打霍尔德姆。事后小玉觉得很温暖，因为他在路飞身上看到了艾斯的影子。火拳冲是路飞2年后最特殊的招式，在海贼王15周年特别篇随敌图外里，路飞正是因为艾斯才领悟了这股力量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漫画1000话大和的回忆杀里出现了艾斯的意志，而紧接着路飞就以一记3档夜火拳冲将凯多打倒，揭开决战序幕。尾田似乎有意在暗示路飞将带着艾斯的意志与凯多对决，而强大的凯多在整场战斗中唯一一次表现出害怕，就是在面对火焰拳头时特意避开了攻击，似乎他能造成更强的伤害。尾田在设计4档时参考了神话中的冥王造型，冥王的形象在不同画作中表现各异，但有2个显著特征是不变的，其一是浑身包裹着绸带般的法器，这点在4档上已经体现；其二就是背后和身体周围附着的火焰，这点路飞还没有出现，成为一大悬念。作为参考，索隆觉醒霸王色的力量后，我们能看到3把刀身上除了黑色闪电，还出现了火焰般的气息。如果说这股气息就是霸王色霸气的具象化，那么当路飞用霸王色的力量强化自己的身躯时，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火焰般的气息呢？香蕉果实觉醒后，身体强度再次提高，源自霸王色霸气的火焰力量就有可能维持在身体外围，成为路飞新形态的一部分，让路飞的造型继续往冥王靠拢。这个像太阳一般的形象，也代表着能给世界带来光明的预言之字。既然路飞是带着艾斯的火焰开启与凯多的决战，那么也极有可能用带着火焰和霸王色力量的夜火拳枪升级版，作为战胜凯多的必杀招式，超越极限的火焰巨拳，彻底击溃百兽之王。而这最终一幕也必定是光芒万丈，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预言：光月石夫人那个天落九影的传说。在 Jump Fest 2022的寄语里，尾田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：但愿我能画好一直很想画的和之国最后场景。连载了3年多的和之国篇，终于要到了最终高潮。伴随着路飞与凯多的最后一击，我们应该能看到一幅极致海贼浪漫的大场景。那么它会是什么样呢？漫画973话，石夫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用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鼓舞和之国百姓坚持下去。月夜20载，天落9重影，君变小，黎明炫目。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是光月玉田预言的一部分。当时他留给石夫人的遗书中，就预言过20年后才会出现能够讨伐凯多的人。在此之前，和之国将陷入漫长的冬夜。如今这个预言已经实现，结尾门和桃之助从和之国海外带来了新的力量，向凯多发起了挑战。而石夫人诗句的后半部分，天落9重影和黎明还未实现。曾经我们一度以为9影会是草帽一伙9个人，然而盛平在战前归队，使得人数变成了10，硬生生洗清嫌疑。于是我们又把目光转向了赤鞘九侠。然而随着剧情发展，赤鞘九侠中已经有多人减员，生死不明。现在就连索隆、山治、罗、基德这几个在战场发挥关键作用的角色都已经倒下，马尔科也当回了船医，戏份变少，要凑齐9影似乎越来越难了。那么我们先换个思路，现在鬼岛上有什么可以产生影子吗？要产生影子，需要具备2个条件。首先是要有一个光源，能发射出足够的光线。其次，影子需要一个载体，它需要投在一个人们能够看见的地方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们用一项传统艺术来举例：皮影戏。皮影戏表演时，艺人们会在白色幕布后面操作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，演绎出各种各样的动作。这些动作通过蜡烛或者灯泡产生的光源投射出影子，出现在幕布上。这种幕布通常是半透明的，而它另一边的观众就能看到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要完成一场皮影戏，离不开光源、幕布和剪影这3个要素。理解了这个原理，再来看石夫人的预言。如果我们将这场鬼岛决战当成一场大戏，
福六包、大看板、花魁、巨星、主演已经轮番登场，而现在即将上演的就是这场大戏的高潮时刻，而观众就是底下花之都的百姓。现在我们就来试着找找看光源、幕布和剪影。首先是剪影，诗句中提到的天落九重影，既然是天落，意味着影子会从天空中投下。此时鬼之岛正飞在花之都不远的天空中，它成为了一个极佳的舞台。如果影子主人来自这场决战的主角，那么此刻他一定就在鬼岛野外，而不是在城堡内，因为在城堡内无论如何行动，影子都不可能被下方的花之都看到。所以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正在屋顶对决的路飞与凯多，他们将组成这场大戏的剪影。接着我们来找光源。鬼岛决战发生在月圆之夜，只要不被乌云挡住，就能看到皎洁的月光。然而以月光的亮度，要从空中投射出一个巨大的影子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所以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强烈的光源，能够堪比太阳般灿烂的超级灯泡。我想你已经猜到了，就是我们上面分析的路飞五党与他所创造出的火焰。如果路飞最后对决凯多时使用了带有火焰的巨人之拳，那么在那一瞬间，路飞就会变成一团火焰，他所发出的光芒将会成为这场大戏的光源。最后我们来找幕布，即便路飞能够短暂发出强烈光芒，但要从空中投射出一个巨型影子还是不够的，必须找到一块幕布，让影子在半空中呈现出来。但和之国这场决战发展到现在，去哪找一块天空中的巨型幕布呢？还真有。还记得花之都现在正在做什么吗？1042话火祭之夜的尾声，人们开始将承载着心愿的宝船放飞到空中去。元宵节放天灯的习俗，相信小伙伴们应该都不会陌生。当海量天灯一起飞向天空时，那场面犹如漫天星河，也组成了一片灯幕。当花之都的百姓将所有天灯放飞时，这些灯火几乎毫无悬念的会飘向天空的鬼之岛，由此引发一串的连锁反应。第一个影响，首先是孩子们在灯笼上写下了心愿。灯笼这条伏笔线从951话就开始铺垫，当时三治就对都城百姓们在准备飞船感到十分不解。小忍的解释提到一个重要信息：举办的越隆重，就越能传达对死者的思念。而在后来火祭之夜的几处特写里，我们都看到了康家大人的女儿护子。显然，因为康家的英勇就义，今年的火祭之夜会变得更加隆重，人们会准备更多的宝船来吊唁死者。而在1037话时，就给过这些宝船上的心愿一个特写，其中就有想要很多水，希望明天孩子能吃上饭这样的话语，是不是很熟悉？1041话，路飞讨伐凯多的宣言里就有一句：“这个国家的人们又要吃不上饭了。”1042话，路飞的宣言里又出现了一句：“只要你还在和之国，那人们甚至连水都没法好好喝上。”两个心愿，两句宣言完全呼应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当这些灯笼飘到鬼岛屋顶，就如同一个又一个的 buff， 将会再次激励路飞爆发力量，战胜凯多。而康家大人也直到最后都还在庇护这个国家。第二个影响，宝船飞上天空后，和之国百姓们的目光也会随之看向天际。这时候的鬼之岛将会在灯火的照射下清晰无比，人们也终于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一场灭顶之灾。在之前的剧情里，我们就觉得和之国决战似乎和之前的大战不一样，少了那种整个国家同仇敌忾、奋起反抗的场面。鬼之岛打得无比惨烈，花之都却载歌载舞，就好像两个世界。和之国既然最终要开国，绝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，整个国家的人们也应该做好迎接开国的思想准备。20年前，他们因为对光月玉田的误解而悔恨不已。现在，当光月家再次为这个国度而战时，他们不应该再次退缩，而是勇敢地站出来，不再惧怕黑炭大蛇的势力，向空中奋战的武士们呐喊加油，并见证最终的黎明。第三个影响，当半天的灯笼到达鬼岛屋顶时，路飞和凯多的战场四周将会被灯火所簇拥。一侧的灯笼会成为路飞和凯多战斗的幕布，投影下他们的动作；另一侧会成为辅助光源，让路飞的影子更加清楚。一批灯笼飞过屋顶后，下一批灯笼又不断升上来，最终会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幕布，就像电影胶卷一样，逐帧展现出路飞的9次攻击。而在完成最后的必杀一击时，所有灯笼全部飘完，人们将看到鬼岛屋顶身上带着火焰的路飞如太阳般灿烂。这就是天落九重影，君变小，黎明炫目。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42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。本来还想聊聊德雷克的生死，不过想了下，霍大仙已经给他送过命了，存活到明天的概率是1%。众所周知，只要不是0%，那就是100%，德雷克是不会有事的。至于那个偷袭路飞的 CP 基佬，虽然他完成了任务，看起来也像是站在凯多这一边，但是上一个打扰凯多对决的黑炭木蝉已经被凯多亲手干掉了，所以这个 CP 基佬肯定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期待下一话凯老师的发飙吧！我是朱爱本，下期见啦。